你这一生所有福报的流失，根源从来不是命不好，而是藏在你脱口而出的争辩，寸步不让的执着，事事要赢的执念里，就一个字：争。我们从小被教的是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，是不争就会被欺负，不争就得不到想要的东西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拼尽全力去争的人，越是活得疲惫不堪，越是两手空空，反而那些看似事事退让、从不争抢的人，却总能逢凶化吉。这世间最颠倒的认知，莫过于把争当成了获得福报的方式，却不知道你每一次起心动念的争，都在一点点漏光你累世积累的福报。而2000多年前，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亲口宣说了一个被无数人误解了1000年的甚深境界。须菩提对佛说：世尊，佛说我得无证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须菩提，阿罗汉不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你可能听过无证三昧这4个字，却很少有人真正懂它的含义。太多人把它当成了不争不抢的懦弱，当成了躺平摆烂的借口，却不知道它是佛陀亲口赞叹的声闻乘修行的最高境界之一，是能断除轮回根本、汇聚无量福报的核心密码。而很多人以为的不争，根本不是佛陀所说的无证三昧，他们以为的放下，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的执着。绝大多数修行人一辈子都摸不到这个境界的门槛，甚至从一开始就走偏了方向。在整个僧团里，有众多证得果位的阿罗汉，可佛陀却偏偏说证得无证三昧的须菩提是人中最为第一。到底什么是无证三昧？为什么越是不争的人，福报反而越厚？这个被尘封了1000年的佛法核心里，到底藏着怎样的因果秘密，能让佛陀如此赞叹？为什么很多人修了一辈子佛法，念了一辈子经，却始终摸不到修行的门槛？就是因为错解了无证这2个字，一辈子都在和众生争，和因果争，和自己的本心争，最后把自己的福报争没了，把解脱的机缘争丢了。今天我们会通过一个故事，把这个甚深的佛法智慧从根源到表象，从经典到日常，彻底给你讲透，让你看懂无证三昧的真正力量，学会用一颗无证的心守住自己的福报，改写自己的人生。如果你愿意承接这份来自佛陀的智慧，邀请你在评论区打出无证有福，清净自在，种下一颗善根，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修行之路。2000多年前，佛陀在舍卫国的祇树及孤独园安住，身边跟着1250位大比丘，个个都是证得圣果的阿罗汉。可那段时间，僧团里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困惑。所有比丘都想不通一件事：2位同时在佛陀座下出家，同受具足戒，同修了整整20年的比丘，人生的结局却天差地别。一位是慧持比丘，他出家之初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，过目不忘，能言善辩，只要是佛陀讲过的法，他都能倒背如流；只要是和外道辩经，他永远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，次次都能把对方变得哑口无言。久而久之，舍卫国的居士们都把他奉为大修行人，每次供养僧团都会特意给慧持比丘准备最好的衣物，最精致的饮食，走在路上，人人都会向他恭敬行礼。就连僧团里的很多年轻比丘都以他为榜样，觉得他是整个僧团里除了佛陀之外修为最高的人。而另一位是净行比丘，和慧持比丘比起来，他就像僧团里的一道影子，沉默寡言，毫不起眼。每次集体诵经，他永远站在队伍的最末位；每次居士供养，他永远等所有人都挑完了，才拿起剩下的那一份。
哪怕是有人误会他、轻慢他，甚至当众指责他，他也从来不会辩解一句，只是微微低头，温和地听着，从来不会和任何人起一句争执。僧团里的很多比丘都看不起他，觉得他懦弱愚笨，没有一点出家人的风骨，就连外道来辩经的时候，都会特意指着他说：“你们僧团里连这样的哑巴都能出家，看来佛法也不过如此。”可就算是这样，净行比丘也只是微微一笑，从来不会多说一个字。所有人都以为慧持比丘一定会先证得阿罗汉果位，成为像舍利弗一样的大尊者，而净行比丘恐怕一辈子都只能做个默默无闻的凡夫比丘。可20年过去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最先出现变化的是慧持比丘，随着名声越来越大，供养越来越多，他的傲慢心也越来越重。若是有哪位比丘比他更受居士欢迎，他便会想方设法在辩经的时候刁难对方，一定要证明自己才是对的。若是有人对他的说法提出一点异议，他便会立刻翻脸，用尖刻的言语把对方怼得哑口无言。他每天忙着接受居士的供养，忙着给信众讲法，忙着和外道辩经，却再也没有时间坐下来禅修，再也没有心思关照自己的内心。他的烦恼越来越重，嗔恨心、嫉妒心、傲慢心一天比一天强烈，甚至为了争得僧团里的位次，不惜在结魔的时候说谎，破了妄语戒。而净行比丘20年如一日，从来没有变过。他依然每天凌晨就起来打坐，依然每天认真诵经，依然在所有人都挑完供养之后，拿起剩下的那一份，依然在别人误会他、轻慢他的时候，温和以待，不起一丝嗔恨。有一次，一位大居士供养僧团的一袋黄金不见了，那是准备用来修建精舍的善款，整个僧团都炸开了锅。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怀疑到了净行比丘的头上，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，沉默寡言。所有人都觉得一定是他偷偷把黄金藏了起来。第一个站出来指责他的就是慧持比丘，他当着所有比丘和居士的面，指着净行比丘的鼻子，厉声呵斥：“你这个败坏僧团的人！我们出家人持戒清净，不拿非分之财，你竟然敢偷居士供养的善款，你对得起佛陀，对得起僧团吗？”周围的比丘和居士也纷纷附和，指责声、谩骂声像潮水一样涌向净行比丘。可他自始至终都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没有说一句辩解的话，没有流露出一丝怨恨的神情，只是微微低着头，仿佛那些指责都和他没有关系。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默认了自己的罪行，纷纷要求把他赶出僧团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位丢了黄金的居士却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，满脸愧疚地说：“对不起大家，黄金找到了，是我自己放在床底的箱子里，忘了放哪里了，错怪了净行比丘。”真相大白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纷纷向净行比丘道歉。慧持比丘也觉得脸上无光，草草说了一句误会一场，就转身离开了。可净行比丘却只是对着大家温和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没关系，大家也是为了护持僧团，护持善款，没有错。”没有一句抱怨，没有一丝不满，仿佛3天来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谩骂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这件事之后，依然有很多人觉得净行比丘只是脾气好、懦弱、没本事，根本算不上什么修行。直到20年期满，慧持比丘因为常年劳累，加上内心嗔恨不断，得了重病，卧病在床。临终前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满心都是怨恨和不甘。他怨佛陀不重视他，没有像赞叹须菩提一样赞叹他。他怨僧团里的比丘不尊重他，背后说他的坏话。他怨那些居士，后来不再像以前一样恭敬供养他。他甚至
怨净行比丘，觉得是净行比丘的装模作样抢了他的风头。他一辈子争强好胜，事事都要赢，可到了临终的这一刻，却被满心的嗔恨和执念困住，连一刻的安宁都得不到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满是不甘，最后在痛苦中咽了气。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净行比丘在禅定中预知了自己涅槃的时间。他从容地走出禅房，向佛陀和僧团的所有比丘一一告别，说自己即将入灭。所有比丘都惊呆了，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默默无闻、被他们看不起了20年的净行比丘，竟然已经证得了阿罗汉果位。佛陀看着净行比丘，满脸赞叹，对着所有比丘说：“你们都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修持无证三昧的行者，是人中最为第一的人。”就在当天晚上，净行比丘在自己的禅房里结趸坐，入于禅定，安详涅槃，身上放出柔和的光明，整个祇树及孤独园都能闻到淡淡的檀香。直到这一刻，所有比丘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看不起的懦弱，竟然是佛陀赞叹的最高境界；原来他们不屑一顾的不争，竟然是能断除烦恼。证得圣果的甚深修行，佛陀看着满脸困惑的比丘们，缓缓开示道：慧持比丘一辈子都在争，争赢了口舌，争来了虚名，却输掉了自己的本心。他每一次的争辩，每一次的争抢，都在强化自己的我执，都在和众生结下恶缘，漏光了自己累世的福报，最后只能在嗔恨中离世，继续在轮回里流转。而净行比丘一辈子都在修无证之心，他不与众生争高下，不与外境争得失，不与因果争对错。他的每一个念头都没有我执，没有对立，没有嗔恨，所以他不与众生结一丝恶缘，所有的福报都能汇聚起来，最后证得阿罗汉果位，脱离轮回之苦。佛陀说，世间的凡夫都以为争才能得到，却不知道无争才是真正的得到。你能放下多少争的心，就能拥有多少的福报；你能断除多少的我执，就能证得多少的智慧。这就是无证三昧的真正力量。很多人听完这个故事，心里依然会有困惑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无证三昧？难道就是别人骂我不还口，打我不还手，就是无证吗？当然不是。千年来，无数人错解了无证三昧，就是因为只看到了表面的不争，却没有看懂背后的核心境界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甚深的概念彻底拆解开来，让你一眼看懂它的本质。首先，我们先拆解无证三昧这4个字。很多人把重点放在了无证上，却忽略了后面的三昧。三昧初始是梵语的音译，翻译成中文是定正受等持的意思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心住一境，不被外境所动摇的禅定境界。它不是简单的不说话，不是忍住不反驳，而是你的心已经安住于清净的境界里，不会因为外境的好坏、别人的评价、得失的多少而起一丝一毫的波动。没有这个三昧的定境，你所谓的无证不过是表面的伪装，根本不是佛陀所说的境界。而无证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龙树菩萨在《大智度论》里给了最精准的释义：无证三昧者，令他心不起正，是名无证。这句话才是无证三昧的核心。很多人以为无证就是我自己不跟别人争论，可真正的无证是不让别人因为我而起争执、起烦恼、起嗔恨。他的发心从来不是为了自己不吃亏，不是为了自己攒福报，而是为了众生，不忍心让众生因为和自己起争执而种下嗔恨的恶因，未来堕入恶道。这是一种极致的慈悲，而不是懦弱，更不是功利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世间所有的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争执，
都源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这4相。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我，所以就有了我和你的分别，有了我对你错的对立，有了我高你低的傲慢，有了我得你失的贪婪。你每一次想要去争，不管是争口舌的输赢，还是争名利的大小，本质上都是在强化这个我，都是在给我植添砖加瓦。而我执正是轮回的根本，是所有痛苦、所有福报流失的根源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从因果的核心逻辑来给你讲透。为什么越是无正的人，福报反而越厚？第一，无正之人不结恶缘，福报不漏。世间90%的福报损耗，都不是因为你花了多少钱，做了多少错事，而是因为你和众生结下的恶缘。你和家人吵了一架，赢了道理，却伤了感情，结下了怨怼的种子。你和同事争了一次功劳，赢了虚名，却结下了仇恨的种子。你和陌生人辩了一次输赢，赢了口舌，却结下了嗔恨的种子。这些恶缘的种子就像一个个漏洞，会一点点漏光你累世积累的福报。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你必然要为这些争执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而无正之人不与众生起争执，不与众生结恶缘，他的福报没有漏洞，自然就能一点点积累起来，越来越厚。第二，无正之人心不住相，福报无量。金刚经里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又说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即无所见。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做善事，心里执着于我做了善事，我要得福报，执着于自己的功德，那你的福报就是有限的、有漏的。而无正之人心里没有我和他的对立，没有得和失的执着，他做所有的善事都是出于慈悲心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心，不住于相，所以他的福报就像虚空一样，无量无边，没有尽头。第三，无正之人心清净故，国土清净。佛陀说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我们所处的外境都是我们内心的显现。你心里有多少争执，有多少嗔恨，有多少对立，你的外境就会有多少障碍，有多少不顺，有多少痛苦。而无正之人内心清净，没有嗔恨，没有嫉妒，没有傲慢，他的心是平和的，是慈悲的，是清净的，所以他感召的外境自然就是顺遂的、平安的，充满善缘的。这就是境由心转的核心真相，不是你争来了福报，而是你清净的心感召来了福报。最后，我们一定要分清一个最核心的界限，真正的无正三昧是能正而不正，不是不能正而不正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没有能力辩赢对方，没有能力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只是因为害怕、懦弱而不敢争，不敢说，那不是无正，是无力，是逃避。而真正的无正是像须菩提尊者，像净行比丘一样，他通达一切佛法，有能力辨破一切外道，有能力应对所有的刁难，可他却选择不辩不争，因为他的发心是不让众生生烦恼，是慈悲而不是懦弱。这才是佛陀赞叹他人中最为第一的真正原因。听懂了无正三昧的核心含义，很多人一定会问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不是出家人，也没有办法证得禅定，那我要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修持这颗无正之心，守住自己的福报？今天我就给你讲透修持无正三昧的核心发心必备心态，一定要避开的误区，以及人人都能落地的实操方法，
让你把这个甚深的佛法智慧真正用到你的生活里，改变你的人生。首先，你一定要先校准自己的核心发心，这是修持无证的根本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很多人修无证，一开始的发心就错了，他抱着我只要不争就能得到更多的福报，就能赚更多的钱，就能过得比别人好的念头去修无证。你要知道，这种发心本质上还是我执，还是在和因果争，还是在执着于我要得到，根本不是真正的无证修一辈子，也不可能摸到无证三昧的门槛。真正的无证发心是慈悲，是不忍众生起烦恼。当你和别人起分歧的时候，你不是想着我要怎么赢他，而是想着我如果和他争辩，他一定会心生嗔恨，种下恶因，未来要受恶报，我不忍心让他因为我而造下恶业。当你能升起这样的念头，你的争执心自然就会消失，这才是无证的核心，也是能真正改变你生命状态的根本。有了正确的发心，接下来你要在日常生活中修持这3个核心心态，一步一步把无证的智慧融入你的骨子里。第一个心态是观照正心，先止后观。我们普通人遇到让自己生气、想反驳、想争抢的事情，第一反应就是脱口而出，立刻反击，根本不会停下来思考。而无证修行的第一步就是止。每当你遇到让你起了争执心的瞬间，先停下来，闭紧嘴巴，深呼吸，不要急着说话，不要急着行动，然后回过头来关照自己的内心，这个想争的念头到底来自哪里？是怕自己吃亏，是怕别人看不起自己，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还是只是因为对方的话戳中了你的执念？当你能停下来看见自己的正心，你就已经跳出了执念的控制。因为大部分的争执都源于我们被自己的念头带着走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在说什么。而当你能关照到自己的念头，你就会发现，那些所谓的输赢、对错、得失，不过是自己的执念而已，根本不值得你去争，不值得你去漏光自己的福报。第二个心态是放下对立，换位思考。无证的核心是打破我和你的二元对立。我们之所以会和人起争执，就是因为我们永远站在自己的角度，觉得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，从来不会去想对方为什么会这么说，这么做。所以当你和人产生分歧的时候，先放下自己的立场，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看他的处境，他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，他是不是有什么恐惧，他是不是被自己的执念困住了。当你能真正站在对方的角度，理解他的处境，理解他的烦恼，你的嗔恨心、争执心自然就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心。就像净行比丘面对所有人的指责，他没有觉得你们都在欺负我，而是理解大家是为了护持僧团、护持善款，所以他不起一丝嗔恨。这就是换位思考，就是打破对立，就是无证的修行。第三个心态是守住本心，不随境转。很多人以为无证就是要放弃自己的原则，随波逐流，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其实大错特错。无证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本心，不是让你不努力、不精进，而是让你守住自己的初心，不被外境的得失、别人的评价所动摇。比如在工作中，别人抢了你的功劳，你不需要去大吵大闹，去争个你死我活，但是你依然要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因为你知道你工作的意义不是为了那一点虚名，不是为了老板的一句夸奖，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，种下善因，尽好自己的责任。因果不会辜负你，你种下的每一份善因，未来都会以福报的形式回到你的身上，不会因为别人抢了你的功劳就消失不见。这就是无证而精进，也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落地的无证修行。
接下来我要给你讲3个修持无证最常见的误区，90%的人都栽在了这3个误区里，越修越错，不仅没有积累福报，反而损耗了自己的身心，一定要避开。第一个误区，把无证当成忍气吞声。很多人表面上不争论、不反驳，但是心里憋着一肚子气，怨恨对方，委屈自己，觉得我都忍了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无证，这是强忍，是压念。你心里依然有我和他的对立，依然有我被欺负了的执念，正心依然在，只是没发出来而已。这种强忍不仅不会积累福报，反而会因为你憋在心里的嗔恨和怨气，损耗你的身心，漏光你的福报，最后甚至会憋出一身病。真正的无证是心里根本没有被欺负的念头，没有对立，没有怨恨，自然也就没有需要忍的东西，就像虚空，你往里面扔石头，它也不会生气，这才是真正的无证。第二个误区，把无证当成躺平摆烂。现在很多人把无证当成了逃避现实的借口，工作不努力，生活不上进，该承担的责任不承担，该尽的义务不尽，美其名曰我不争不抢。佛系生活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无证，这是懈怠，是懒惰，是逃避。佛陀所说的无证，从来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让你精进不懈，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种下善因。但是不执着于结果，不与别人争高下，比得失。你连自己该做的事都不做，连自己该承担的责任都不承担，那不是无证，是自甘堕落。不仅不会有福报，反而会因为自己的懈怠种下恶因，未来受恶报。第三个误区，把无证当成是非不分。很多人以为无证就是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说话，不能辩解，哪怕别人诽谤自己，哪怕别人伤害无辜也不能管，不能问，这是大错特错。无证是不与众生起嗔恨，不结恶缘，不是不分是非，不是不作为。如果别人诽谤你，你的发心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没错，不是为了争一口气，而是为了澄清事实，不让对方因为造口业而堕入恶道，那你完全可以温和的、理性的辩解，这也是无证。如果看到有人欺负弱小、伤害无辜，你出手制止，但是心里没有我是正义的，你是邪恶的对立，只有对受害者的慈悲，对施暴者的怜悯，那这也是无证。真正的无证是心无证，不是事无证，是内心没有对立和嗔恨，不是表面上的不作为。最后给你一个人人都能做的日常修持无证的小方法，每天只需要5分钟，坚持下去，你的心会越来越清净，福报会越来越厚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回想今天一天的经历。今天我有没有起过争执心？有没有和人吵过架？有没有嫉妒过别人？有没有想过要争输赢，争对错，争名利？如果有，就真诚的忏悔，然后发愿，愿我从今日起常修无证之心，不与众生结恶缘，常以慈悲心待人，成就无量福报，共证菩提。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每天坚持，你的心会慢慢改变，你的人生也会跟着改变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一辈子都在争。小时候和同学争成绩的高低，长大了和同事争工作的好坏，争名利的大小，成家了和爱人争感情的对错，争家庭的话语权，到老了还要和子女争面子，和别人争儿孙的出息。我们争了一辈子，争到头发白了，身体垮了，才发现我们争来的都是虚妄的虚名，都是转瞬即逝的利益。而我们输掉的是自己的清净心，是自己的福报，是自己的健康，是自己一辈子的安宁。我们总以为福报是争来的，是抢来的，是靠自己的本事赢来的。
可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世间最核心的真相：福报从来不是争来的，是修来的；不是抢来的，是赶来的。你越能放下争的心，你的心就越清净。你的心越清净，你感召的善缘就越多，善缘越多，你的福报自然就越厚。就像净行比丘，他一辈子没有和任何人争过什么，可最后他证得了阿罗汉果位，得到了佛陀的赞叹，得到了整个僧团的尊重，得到了无量无边的福报。而慧持比丘争了一辈子，赢了一辈子，最后却只落得个满心嗔恨，在痛苦中离世的结局。很多人会说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你不争就会被欺负，你不争就什么都得不到。可我要告诉你，真正的无争从来不是让你做一个任人欺负的软柿子，而是让你做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。你有能力去争，有能力去赢，可你却选择了不争。因为你知道，赢了口舌，输了因果；赢了虚名，输了本心；赢了眼前的利益，输了累世的福报。这不是懦弱，是智慧；不是退缩，是慈悲；不是放弃，是真正的拥有。无证三昧从来不是只有出家人才能修的境界，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瞬间里。在你和家人吵架时，忍住那句伤人的话是无证；在你和同事有分歧时，放下非要赢的执念是无证；在你被别人误会时，放下辩解的冲动是无证；在你看到别人比你过得好时，放下嫉妒的心，真诚的随喜赞叹也是无证。这每一个瞬间都是无证的修行，都是在积累你的福报，都是在改写你的人生。我想问问你，你这辈子有没有因为一次争强好胜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最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？有没有那么一次，你放下了争执，放下了输赢，放下了我执，反而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温暖和惊喜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更多人能从你的经历里感受到无证的力量。如果你今天听懂了无证三昧的智慧，听懂了佛陀说的人中最为第一的境界，欢迎你给这个视频点赞热推，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能放下争执，远离烦恼，收获福报。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随喜赞叹每一次的分享。我们一起在佛学的智慧里修一颗无证的清净心，过一个福报圆满的人生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：心无证，福自来。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始于一颗不与众生相争的清净心。